為什麼現在貪官很少被判死刑？這個事情其實大家可能都覺得很好奇啊，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其實這個變化呢，是從15年的法律修改開始。對，這個法律修改之後呢，貪官的這個量刑標準就有了一些變化，現在基本上都是判死緩啊，然後還有了這個終身監禁的這個新的制度。沒錯，這個確實讓很多人都挺關注的。那我們就開始聊吧。咱們今天第一個要聊的呢，是這個法律量刑的新變化啊。这個裡面大家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15年的這個刑法修正案9對這個貪污罪的這個量刑標準到底改了哪些？就15年的這個修法其實變化還是挺大的，就是它不再是單純的看這個貪污的數額，而是數額和情節並重。對，然後它把這個量刑呢分成了3個檔次，數額較大是3萬到20萬，數額巨大是20萬到300萬，數額特別巨大是300萬以上。那就是說跟以前比的話，這個標準確實是有調整，沒錯。而且它還規定，就是如果是貪污救災款這些特殊的情況啊，即使是沒有達到這個數額標準，但是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也是可以在對應的這個檔次裡面進行處罰的。那就是說它更能根據這個案件的不同情況去靈活的處理啊，做到罪刑相適應。那這個裡面就是说在這個新的這個標準之下，貪污罪的這個處罰有哪些特別的這個措施，或者說有哪些新的變化？現在就是說，如果是數額特別巨大，然後又有特別嚴重的情節，對國家和人民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這種，是可以判到死刑的。但如果說有一些比如說是自首啊這種可以从寬的情節，就會判死緩。死緩的話，現在還有一個就是終身監禁的這個措施，就是你減為無期徒刑之後是不可以再減刑或者假釋的。原來死緩還能這麼嚴。那財產方面呢？對，現在就是說你不管是哪一檔都要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那就是說這個財產形式全覆蓋了。然後再有就是說，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說你貪污的是特定款物啊，或者是說你有多次貪污這種情況的啊，會在法定刑幅度內酌情從重處罰。就是讓你沒有辦法再從經濟上佔到便宜。那現在就是說這個新的這個標準，數額加情節這個標準在實際的案件當中是怎麼用的呢？現在就是說你可以看到一些案例，比如說有的人他是受賄了1000多萬，那他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數額特別巨大，然后其他的一些情節他就會判到11年到12年。那如果說你是貪污了幾十萬，但是你又有一些比如說主動退臧啊，又有一些坦白從寬的情節，那你可能就會在3年以下這個檔裡面去量刑。所以不是光看你貪了多少，還要看你有沒有主動認罪，有沒有挽回損失這些細節。對，就是法院會綜合去看你這個數額是多少，然後你的這個行為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你有沒有一些法定的從寬或者說要加重的一些情節啊等等等等，綜合去判定。那現在這個標準其實也讓不同的案件之間的這個判決會更加的公平合理一些。我們現在就來聊第二部分啊，就是說社會危害的差異化。為什麼說涉及到特殊款項的這種貪腐會比一般的貪腐判得更重？就是因為這些特殊的款項它是專門用來保障救災、扶貧、移民、救濟等等這樣的一些民生的大事的，它是直接關係到社會的公正和老百姓的基本生存的。所以它是不可以被侵占的，不可以被挪用的。確實這些錢太重要了，一分都不能亂用。對，而且你一旦貪了這些錢的話，它不光是公共財產的損失，它還會讓那些急需幫助的人得不到幫助，然後政策沒有辦法落地，公信力受到損害。所以法律必須要對這種行為進行更嚴厲的打擊。那具體到司法實踐當中，涉及到這些特殊的款項的貪腐，到底是怎麼從重量刑的呢？其實現在只要你是貪污或者是挪用了這些救災、扶貧、移民、救濟等等這樣的一些特定的款物，不管你數額多少，都要在法定刑的基礎上加重處罰。對，而且如果是貪污的話，你哪怕是只有1萬元，只要是這些特殊的款物，就可以追究你的刑事責任。這標準確實比普通的要嚴格很多。對，而且它還就算你這個數額沒有達到巨大的標準，但是如果說你比如說挪用了這些特定的款物去進行一些非法的活動啊，或者是說導致了非常嚴重的後果的啊等等的一些情況，它都是要按照這個較重情節或者嚴重情節來進行處理的。然後包括你挪用特定款物罪，這個罪本身它的起刑點就是很低的，就是5年以下。如果說你是挪用了這些特定款物歸個人使用的話，還要再從重處罰。
就體現了這個法律對於這種行為的零容忍。現實當中有哪些讓人印象深刻的涉及特殊款項的貪腐案例呢？比如說有一个是村支書，他就是虛報林地，然後套取这個補償款，又把這個扶貧的資金挪用到別的項目上面，導致集體和國家的利益都受到了嚴重的損失。他最後就是被判了挪用特定款物罪，就這種行為變得太惡劣了。還有就是村幹部他們就是合謀把這個集體的土地的補償款私分了，然後還有就是虛報這個糧食補貼，還有就是說把這個村裡的資金和這個黨建經費都挪作他用的啊，等等的一些案例，他們最後就是都被追究了刑事責任，有的還判得很重。就是這些都是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就告訴我們这個法律對於這種特殊的款項的保護是非常非常嚴格的。我們現在要聊的這個部分是司法文明的進步啊。那這個裡面呢，就有一個比較有爭議的話題啊，就是為什麼貪腐犯罪要廢除死刑？這個背後的人權理念到底體現在哪些方面？其實這個背後就是整個國際社會對於生命權的一個高度的尊重。那現在全球已經有超過2/3的國家已經在法律上或者是實際上已經不執行死刑了。那這個包括很多國際的公約也都強調了，死刑只能適用於最嚴重的侵犯生命的這樣的一些犯罪。那對於經濟和貪腐犯罪是不應該被判處死刑的。這跟我們很多人的傳統觀念還是差別挺大的。沒錯沒錯，因為你像貪污啊、受賄啊這些，雖然說對社會的危害很大，但是它畢竟沒有直接的剝奪他人的生命，所以說你如果對他適用死刑的話，其實是不符合這個罪責刑相適應的這個原則的。那現在我們國家也是通過這個刑法的修正，大大減少了這個經濟犯罪的死刑的罪名。那這個其實是順應了這個國際的潮流，同時也是體現了我們國家對於人權保障的這個理念的不斷的強化啊，然後也體現了這個現代司法的一個文明的進步。如果說我們現在要廢除這個貪腐犯罪的死刑的話，那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措施可以防止他們就是鑽這個法律的空子呢？其實這個不用擔心，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個終身監禁的這個措施啊，就是你只要是貪污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然後又情節特別嚴重的啊，雖然說你可能不會被判處死刑，但是你是可以被終身監禁的，而且這個終身監禁是不可以減刑也不可以假釋的，就你要在監獄裡面待一輩子。等於說這個懲罰力度其實並沒有放鬆。沒錯沒錯，而且它這個除了這個自由刑的這種嚴厲的懲罰之外，其實現在我們對於貪污受賄的這些犯罪的財產的追繳也是越來越嚴格了，就是你只要是查出來你有非法所得，不管你藏到哪兒，都要給你追回來，然後還要並處罰金，還要沒收財產。對，它其實是通過這樣的一套組合拳啊，讓你沒有辦法再通過這種減刑假釋啊什麼的來逃避這個懲罰，同時也保障了這個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會再受到損失。如果說要進一步的完善這個貪腐犯罪的這個財產的追繳和這個預防的機制的話，你覺得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我覺得最直接的就是首先把這個犯罪嫌疑人的涉案資產的這個調查和控制要做得更細緻，就是你要把他的這個資金的流向查得清清楚楚，然後同時呢要跟金融機構啊和這個監管部門建立更高效的這種協作機制，這樣的話他就沒有辦法把錢轉出去，這確實可以讓他們沒有辦法蒙混過關。對，然後還有就是要不斷的完善這個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就是他不管逃到哪兒都可以通過這個國際的司法協助把他的這些不義之財都追回來。同時呢還要加大這個財產刑的這個執行的力度，堵塞一切可能的法律漏洞，還要推進這個政務的透明啊，強化這個社會的監督，讓每一筆錢都有跡可循，這樣才能夠真正的切斷這個腐敗的這個後路。今天咱們其實聊了這麼多啊，其實核心就是說法律的量刑怎麼能夠在打擊腐敗和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之間去找到那個最恰當的平衡點。